春节档80亿票房，第20条逆袭，赵丽颖演技功力惊艳观众。张艺谋新片第20条在春节档80亿票房收官时迅猛的逆袭，不但成为日票房冠军，也占据了最多的排片。他选择的现实主义题材，或许是回到工位的上班族所需要的药方，从晕乎缥缈的都市童话、旷野传奇中沉下来，去面对鸡零狗碎的日常碾磨。第20条是目前所有贺岁片中最接地气的，也是与最大多数观众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分享公益。这部电影在主旋律、命题作文与导演自我表达、贺岁档喜剧内需与严肃题材突破、合家欢情绪与个体真实情绪宣泄中摇摇晃晃中寻找到大家都看得过去也看得到的平衡点。片中有3个有光彩的女性角色，李茂娟、吕玲玲以及郝秀萍。扮演者马丽和高叶就不多说了，他们在片中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观众对他们最美好的印象，温暖、爽利。而扮演郝秀萍的赵丽颖这次给我的惊喜是最大的，可以说从这个角色开始，她证明了自己在大银幕的潜力。郝秀萍这个角色是很容易演成工具人的，因为本身就已经自带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情节，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加上聋哑人的身份，常规操作流流眼泪，或者动作激烈一些就过去了，在群戏里是能交差的。但是赵丽颖显然并不满足于交作业，她给的更多。如果说角色被侮辱的画面让人不适，还有一些因为妆造的缘故，那么真正展示赵丽颖表现力的戏份，就是在她跑到工地去寻找可能证明丈夫无辜的证人那场戏，如何从求人下跪再到绝望跳楼，这里面的情绪是密密麻麻的，惊涛骇浪的。她求人不仅仅要卖可怜，更要打牌，要让大勇想起来王永强对她平日里不薄，乡土文化里人情之上，郝秀萍就是要让她意识到，如果这一次再龟缩，就是不仁不义。她被村霸们围堵，差一点被软磨硬泡劝说签下和解书，她流下眼泪滴在纸上，是心疼丈夫和女儿，但也有一丝丝轻松。这件的郁积难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日子是不是可以重启了？当吕玲玲叫停，得知女儿被人绑走，她陷入疯狂的绝望，跑到工地楼顶，企图用自己的生命让村霸没有任何筹码。这里面的情绪就更复杂了。赵丽颖的眼神是在绝望、恨意和坚强中快速切换，可以感受到很多信息。她求死，也是求生的决绝，是一个农村女性千百年来本能的被动式抗争。她就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让村霸从此背上罪责，而不敢再为难自己的女儿。与此同时，也要让法律和执法者惭愧内疚。事实证明，郝秀萍的跳楼让不少村民被唤醒正义感，主动检举村霸误刑。赵丽颖为什么接得住并且完成度如此高？一方面当然是她足够努力，为了塑造这个角色，相当长时间里就是不说话，跟人交流打手语。而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张艺谋会演。赵丽颖的气质与最黄金时代的某女郎有精神气质的一脉相承，就是坚韧不服的母气质。当郝秀萍极其清瘦的身板朝着工地跑去，我忍不住想到了烧高粱的我奶奶，穿着大红袄子在山坡上飞奔的我母亲，动作的激烈与内心的笃定共同拉满一张弓。现在的赵丽颖距离在大银幕上独当一面已经蓄势待发，她最需要的外在条件是没有对过工业糖水的真角色，这才是她发力的靶心。第20条在春节档取得了逆袭的成功，创下了80亿票房的佳绩，这不仅让观众为之惊叹，更让人们对赵丽颖及整个剧组的演技和努力深感赞赏。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出色表演让人眼前一亮，她在片中塑造的角色形象栩栩如生，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她的专业功力和演技实力。无论是情感戏还是动作戏，赵丽颖都表现得游刃有余，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精湛演技不仅让角色更加立体，也为整部电影增添了许多看点和情感共鸣。除了赵丽颖个人的出色表现，
还要感谢整个剧组的辛勤付出和团队合作。导演、编剧、演员以及幕后工作人员们共同努力，才使得第20条能够在春节档脱颖而出，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默契配合和专业素养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第20条的逆袭成功不仅是赵丽颖个人演技的胜利，更是整个团队合作的结果。他们共同展现了专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的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愿赵丽颖和整个剧组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功，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王一博的商业帝国，实力彰显顶级商务价值与品牌影响力。在当今内娱圈中，王一博以其卓越的商业价值和强大的品牌合作表现，稳居行业前列。作为一位多期发展的全能艺人，王一博不仅拥有广泛的国民知名度和深厚的路人缘，更是在商务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众多知名品牌竞相追逐的合作对象。近年来，国内娱乐市场对艺人的商业价值评判标准日趋严苛，特别是在奢侈品牌代言方面，各大品牌纷纷追求年轻化、潮流化的形象大使。尽管市场上品牌大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能够揽获奥迪、宝马、奔驰等一线豪华汽车品牌代言的艺人却寥寥无几。这不仅需要艺人在公众面前展现出无可挑剔的形象，更需具备深厚的国民基础和极高的社会认可度。王一博恰恰凭借其专业素养、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以及深入人心的影视作品，成功赢得了这些国际大牌的青睐，足以印证他在商业领域的非凡地位。此外，王一博的商业版图并不仅仅局限于高端车贷领域，在手机行业这一现代生活中的必需品代言上同样硕果累累，与头部手机品牌保持着紧密且长久的合作关系。众所周知，手机品牌的代言人选择不仅关乎品牌形象，更直接影响着产品的销售业绩，而王一博能成为其中翘楚，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和消费者对他个人品味的高度认同。除了在高奢领域和科技产品代言上的出色表现，王一博的商业触角还延伸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从高端奢侈品到广受欢迎的国民品牌，他都游刃有余地担任其品牌代言人的角色。这种全面覆盖的品牌合作网络，不仅反映出王一博多元化的市场定位和广泛受众群体，也证明了他在不同消费层级都能有效带动品牌经济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粉丝们低调行事，不再刻意宣传王一博的诸多商务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商业价值有所减弱。相反，一个艺人的真正实力往往体现在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品牌方对其的信赖程度上。王一博的商务续约率极高，多个品牌与其保持多年合作关系，这是对其商业价值最直接有力的肯定。总结来说，王一博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堪称典范，他所展现的商业价值排序中，车贷和手机代言因其难以企及的门槛和显著的市场影响力位居前列，甚至超越部分高奢品牌。车和手机对代言的形象要求都很高，而且都必须走 4A。4A 有一整套很完备、很专业的考评机制以及流程，不是随便一点数据就能忽悠的，所以能拿这2个说明是真的商业价值高。同时，王一博此前在银行、游戏等领域也有过不俗的表现，虽未涉及地产行业，但整体来看，王一博构建了一个涵盖全方位生活场景的强大商业帝国，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商业传奇，奠定了他在娱乐圈不可动摇的商业地位。这样的成绩无疑是对商业价值这一概念的最佳诠释，也是他不断进取、持续发光发热的生动写照。王一博以其卓越的商业头脑和品牌影响力，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实力诠释了顶级商务价值与品牌影响力。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王一博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在商业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他积极参与各种商业活动和合作项目，与知名品牌合作推出了多款产品，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王一博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能够抓住商机，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为合作伙伴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个人品牌影响力和粉丝资源也为合作伙伴提供了强大的宣传推广支持，使合作项目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王一博所代言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还逐渐走向了国际市场，为中国品牌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的个人品牌形象和商业价值也得到了国内外企业的高度认可，成为了众多品牌的首选合作对象。王一博以其顶级商务价值和品牌影响力，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为中国娱乐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商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榜样，成为了新时代商业领域的佼佼者。综上所述，王一博以其顶级商务价值和品牌影响力，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成为了商业界的佼佼者。我们对他的商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期待他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的商业奇迹，为中国商业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